如果你也有一点点不开心，你也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快乐起来，或许你可以试试看听听我的故事嘛。那试试看，我分享这些方法都不用花钱，就是门槛很低，就可以试试看这样。嗨嗨，大家知道过得好吗？好开心，好开心！没有想到300人订阅，我们不是1周前才做的吗？竟然又那么快，竟然又，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非常开心。然后，因为呢，本来是说300、500、1000都要请小拉来吃播，我们不是上个礼拜才刚请小拉吃播嘛，但是真的来得太突然了，所以我就这一集就不请小拉吃播了，因为他这样一直面对镜头他会很烦，而且我也来不及准备大餐哦。那所以呢，今天就是我还是一样会提供福利，我也一样会提供一位免费的人类图解图40分钟，然后通关密语会藏在后面，请大家今天要带着轻松的心情，但是要仔细注意通关密语是什么，一样要留言在这则影片下面。好，那我今天不吃播，但是呢，还是我今天喝的是这个朋友送给我的他自己酿的美酒，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圆形的冰块，一样今天是蜡笔小新陪着我，可爱的蜡笔小新。然后呢，今天要来聊聊什么呢？我觉得这好像有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看了后台，我发现就是有一支影片叫做我之前做的叫爱自己。什么叫爱自己？讲10号闸门的这个爱自己的闸门。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哇，我前几天才在跟一位朋友聊到我自己的故事，就是我自己有一阵子很不喜欢自己，然后我觉得爱自己那一步。算是我刚好已经差不多从那个不喜欢自己的状况爬起来了一点开始。我当然不是说现在很好，现在也还离我想要的生活还远远。我知道我即将会达成，可是目前还在那个路上。但是我至少觉得我有从最低那个时候很不舒服、很低潮的时候爬起来的一个转折。那个爱自己那部影片，那我才刚跟朋友聊过这个故事，然后呢，我就发现爱自己这一部是突然很多人又重复看，当然它的点阅次数跟其他大频道比起来还是很少，可是至少是跟我其他的影片比起来，它就是突然被很多人点阅，然后订阅人数应该也是因为这样就增加的。那我就觉得，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爱自己这件事情，喜欢自己这件事情。我要聊的是我自己的经验，那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可是如果你也有一点点不开心，你也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快乐起来，或许你可以试试看听听我的故事嘛。那试试看，我分享这些方法都不用花钱，就是门槛很低，就可以试试看这样。好，那当然我会先讲，我觉得为什么会来做这 YouTube， 其实一开始也是为了要让自己快乐起来。一开始我是先做 Podcast 的原因也是我觉得我喜欢看书啊，喜欢讲一些事情。那一开始录 Podcast 的原因就是那时候疫情的关系，大家都比较好像要在家里找一点事情做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因为有开始接触人类图啊，然后自己也看很多书，听一些音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比较多是，我觉得我也要透过讲这件事情，在梳理自己的想法。就是我看了这本书，我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讲得出来的话，就表示我好像真的有吸收进去，我才能够比较有条理的讲出来啊。这样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吧？为什么我的 Podcast或者是我的 YouTube， 就是你会觉得不像大家好像可以这样条列很多条，因为我是在一边讲一边梳理我的想法哦。然后所以一开始 Podcast 我是自己录好玩的，我觉得那个过程也是我的一个出口。那一阵子也算是我比较低潮的时候，那我可能不见得可以找很多人讲话，或者是说你跟很多人讲，别人也不见得听得进去。那我就觉得我就录下来吧，
那如果想听的人就去听。那我在讲这个过程，我的情绪，我可能因为心情不好，我看了一本自我成长的书，看了之后我很有收获，那我就录下来，我分享给大家，这也是我的一个出口。我在前面就是我第1集其实有讲，我开始接触人类图的时候，就是有一集叫做失婚离婚不是那么可怕那一集，其实里面我就有讲到说，当我们陷入孤独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状态，我们可以扭转它，就是我们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价值。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其实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听到我的 podcast， 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做了分享，我自己认为就觉得或许有1个人听到也好，我可以帮助到1个人，我都觉得我很有用。我觉得那个时候一开始做 podcast 这个原因。再加上做 podcast 就是不用像这样子嘛，要灯光啊，要什么还剪辑 podcast。我那时候 podcast 也是录了，几乎都没有剪，就直接上传，也会比较简单。当时我觉得它就比较简单。那后来转到做 YouTube 的原因是因为，有些朋友他没有听 podcast， 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有些人没有听 podcast 的习惯，那有些人会把 YouTube 当 podcast 听，所以就后来就有朋友说，你也可以做 YouTube 啊。那习惯用看的，想要看到你的样子的人，他就用看的。那 YouTube 也可以当 podcast 听，他也可以用听的。那我就觉得好像也不错，而且 YouTube 的那个怎么说呢？这就会讲比较现实一点啦，请大家多多帮我点阅，增加我的时数。就是 YouTube 如果做的还不错的话，我也可以会是我的一个被动收入嘛。毕竟我现在就是一个靠自己的，就是 SOHO 族，可以这样讲。就是自己创业，自己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所以当然会希望有各方面来的收入嘛。那 YouTube 的可能就可以有一点盈利等等的，那我就开始做 YouTube。那做 YouTube 的这个过程，当然其实目前还在刚开始，那我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所以这个我只是要讲一开始这样做起来。然后呢，我觉得我其实有遇到，比如说好做 YouTube 也做了，然后你会发现，好像没有像别人，我在100多人的时候卡很久嘛，就会觉得，我好像想要做什么并没有那么容易。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像想做什么都信手拈来，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开始对自己也有一点点被打击到，就觉得我好像并不是像我想的那么简单。然后在可能在工作上是这样，在情感上我当然也会遇到一些人，但我都会觉得，如果是以前认识的朋友，我就会觉得你们喜欢的我根本不是现在的我，我现在的我很不好啊，现在的我根本就不怎么样。你们喜欢的我是喜欢以前的那个我，你们印象中的那个我，年轻的那个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比较优秀的那个我就是会陷入这样的回圈，然后我就会很拒绝远离这些人，就或是礼貌性的冷回应，就是我就会觉得你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我是怎么样，你们喜欢的是你们幻象中你们想象的我，然后认识的新的朋友就又会觉得好像没有人会喜欢现在的我就会陷入过去，所以我就觉得好像都没有人喜欢我，我觉得我好差，就有一阵子，然后那阵子我的身体就出了状况，我那阵子身体出的状况是，就是一些生理期很反正就是女生方面的事情啦，然后我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给了药，他觉得应该是要怎么样。但完全不是医生预期应该有的疗效，就完全都没有用就对了。我是很不喜欢看医生的人，我都还去看了医生，拿了药也没有用的时候，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就突然想到说，是因为我不喜欢我自己。然后呢，我就跟我的身体对话，然后我就觉得说，对啊，好，可能真的都没有人喜欢我，真的都没有人喜欢现在的我。那即使是这样，怎么连我自己都可以不喜欢我自己呢？那就真的没有半个人喜欢我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行，然后我就开始跟我自己的身体对话啊。如果大家听到这边觉得很奇怪，怎么那么悬？那当故事听听嘛，这样。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喜欢我自己，然后我一定要
至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喜欢我自己的人也好哦。然后真的很奇妙，后来我的身体，那个状况就完全好了，很快，大概2-3天、3-4天吧就好了，我们药都不用吃了就好，一直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问题了。然后我就开始想，我身边的确也有不少朋友会有遇到一些很忧郁的情况，不喜欢自己的情况。当然我也在过去也曾经遇过，真的有朋友因此就走向让人很遗憾，就发生很遗憾的事情。那所以我这一集就在想要说，我这一集的那个爱自己，为我的500订阅贡献了不少。那这好像是一个 sign， 要让我来跟大家说你要怎么爱自己。我分享我自己让自己快乐起来、开心起来的一些方法，那你们可以试试看。那我只知道或许他们没有用，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知道，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爱自己。而且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句话，我非常喜欢那句话，我就觉得太棒了，一定要成为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不再羡慕别人，我只羡慕我自己，是不是很棒？你不用再羡慕谁，因为你就是最棒的，你就是最好的，对你来说，你就是这世界上最优秀、最好、最棒的人，最喜欢的人，所以你就只羡慕自己，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很棒？让我们一起成为这个状态，好不好？好，然后呢，通关密语在这里，突然就想要来个通关密语，就是我最羡慕我自己。通关密语，请写这一句：我最羡慕我自己。好，有认真看的到这里哦，知道了。好，要留言，然后我们会抽那个人类图，免费的40分钟的体验，用线上 Google Meet， 然后我就可以帮你解图哦。好。再来呢，我可以分享我自己几个后来呢，让自己如果有情绪不好的时候，让自己开心起来的方法，不花钱、门槛很低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冥想。好，冥想可能有些人不太能够接受，很有趣。我第一次接触到冥想，我就是看有人跟我讲冥想这件事情，就是我身边真的有人在做，而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什么西藏啊或者印度啊那一种，不是在书上，也不是在那种，而是我身边真的有一个人跟我说我要去冥想，是我之前的伴侣。然后呢，那时候是在我们的关系很差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吵架，他突然就不理我，跑去一个房间说：“你不要吵我，我要冥想。”我那时候真的快气炸了，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想说，搞什么鬼啊！你现在跟你吵架吵到一半，你跟我说你要去冥想，你把我当什么？然后我说冥想个，然后我就觉得你在讲什么鬼话？我当时真的很气。然后他真的就去房间这样开始冥想，我那时候越看越气，你知道吗？真想一巴掌，好的。禁止暴力，不可以。没有，我当时只是这样想，但是我真是太气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吵架到一半给我去冥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也因为这样，这个冥想这件事情，在我心里一开始是刻下一个负面的标签，我就觉得什么鬼话，什么乱七八糟，什么就是我非常多年都不去接触冥想这件事情。然后呢，其实现在冥想很流行嘛，其实早就在欧美也很流行，都有 App 可以下载啊，就帮助你冥想嘛。什么正念冥想，然后什么就很多打坐、静坐那个都是嘛。那后来是因为我渐渐的比较多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好像是接触到一个什么课程，我现在有点忘记了，但是呢，那个老师就带我们静坐，大概就是瑜伽啦、静心啊什么那类的课程。然后呢，老师就请我们冥想。那一次冥想，我觉得有人带领的确不错，所以难怪会需要有一些 app。如果你对于冥想比较不知道怎么做，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但是呢，这是我的方法，不见得适合你，所以你也可以去找其他引导你的方式。然后我那一次是第一次比较，因为你去上课了嘛，付了钱啊，那当然他带你冥想，那就试试看吧，而且你就会比较投入，比较专注。
那一次的冥想带给我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有一点真的有一点点像是你的灵魂，有点稍稍，假设这是灵魂，稍稍这样，抽离一点，就是这是我的轮廓线，对不对？这灵魂也稍稍离开一点点的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感觉很奇妙。然后后来再加上我就现在比如说会接触人类图啊，接触一些身心灵的一些，有时候我会去上一些课，然后看一些书，然后我就发现，冥想好像真的不错，而且其实非常多的成功人士，比尔盖茨等等，他们都也很推崇冥想。然后冥想它其实跟脑科学也是其实是有关系，其实它就是要让你的处理产生负面情绪的，例如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脑里面的杏仁核，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它其实就会比较多是在处理恐惧、冲击、有一些攻击性的东西，你要防卫，然后你可能所以你就会有一些愤怒的那一些的情绪，它可以让它比较不那么活跃，那就很像有一些肌肉，你一直使用它，它就会所以你不让它没那么活跃，就是让它你比较少用那方面的。你如果把它想成那是一块脑的肌肉，它没有那么常使用它，它就不会那么活跃，那些负面的情绪就比较不会常常被它就是一个习惯嘛。你不要常常习惯负面的想法，常常产生负面的情绪，那自然你的情绪就会比较平稳。我们不追求都永远都要很快乐啊，我个人 MBTI 是 ENFP 啊，就常会说是快乐小狗，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很快乐，可是我其实也不会天天都很快乐。我其实就像我刚刚分享的，我也会有低潮的时候，我也会有看不起自己的时候，我会有低落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不要每天都很开心，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不要那么低，我们可以先拉上来。我们不祈求每天都很嗨，可是我们可以让自己从这比较低的地方拉上来，不要常常产生负面的情绪。那冥想呢，我个人会我对于香氛的东西会比较有感觉，我对音乐也比较有感觉，所以我个人呢会借助这些东西，比如说我很喜欢圣木秘鲁圣木的味道，所以我冥想的时候几乎每一次都会烧秘鲁圣木，让这个空间有那个味道，那个味道我真的觉得很舒服，我就会很放松。然后音乐呢，音乐这件事情，我最近其实比较少用音乐，反而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会去听一些，比如说你就是用 Apple Music 或是 Spotify 可以去找那种冥想的正念啊、瑜伽那种音乐，都有很多这样的播放清单，你可以选一个你听着觉得舒服的音乐。以前我会借助音乐帮忙我，因为我一开始上那个静心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一开始他就放那种，我还特别想要去找跟他一样的音乐，我觉得他那音乐听好舒服，好像就可以很放松。可是最近我发现，可能我对音乐会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所以我会太容易，反而会被音乐影响。我最近反而比较少听音乐，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你可以选择你适合你的。就好像健身运动的时候，有的人习惯听音乐，有的人就是习惯在户外跑，喜欢看风景，喜欢有风吹在身上的感觉，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嘛。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但是如果你都不知道怎么开始，其实你也不用去想，像我刚刚讲说，我有感觉到什么灵魂稍稍抽离的感觉，不用到那样，你可以先从专注你的呼吸开始。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一集叫做心想事成的秘密，我那时候有教你们怎么样去冥想心想事成，然后集中在这里嘛，那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冥想。你就注意呼吸，你先从呼吸冥想的时候先注意，你就注意你的呼吸。我们其实常常都会忘记，呼吸是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专注在当下，我的身体跟我之间的关系，所以呼吸就是最每天你都必须做，你却忽略的事情。所以冥想的时候，先专注在我的呼跟吸，专注在原来我的身体是需要空气这样子进出这个过程，你把注意力从外界抓回来到你的身体，然后呢，
你大概就做个10到15分钟，然后呢，你就尽量的放空你的脑子。一开始一定会有非常多念头，会有很多，比如说你一开始冥想，然后呢专注呼吸，你就可能就会开始想，我昨天是不是跟那个人说错了？我要跟他约的是礼拜3，不是礼拜4。然后你可能又开始想，我那只股票，我好像应该要卖掉了。然后可能又开始想，今天不知道谁，比如今天老公会不会回来吃饭啊？昨天女儿说她要买什么，你可能就会有很多念头都会跑出来，这是正常的。然后可是大概过了10分钟、15分钟，你可以渐渐的。你可以练习把它抛掉，但你也有一个可能是在这个过程渐渐你会发现你再也不去想那些事情了，你会很专注在你的呼吸，甚至你也不用去想专注呼吸了，你就会进到一个很特别的状态。那我觉得先不用想进到一个什么叫很特别的状态，我觉得会进入到一个我刚不是说那灵魂有点稍微跑出来的感觉吗？那是什么呢？我觉得它很像是你变成另外一个观察者在观察你，就是我是谁，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在观察这个我。那我就会想，那这个观察者是谁？就很奇妙，你就会觉得有另外一个视角在看自己。那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剧本啊？或者是我们只是这个世界，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地球是一个游戏，我们只是其中一个角色。那这个观察者是不是就是在背后操控我这个角色这一生这个角色？那如果你把它想这样子，你就会觉得那就是一场游戏嘛，有很多事情没有什么那么好计较的了。我好像讲偏了，这个都是后来。我觉得再透过更多冥想更深一点的，先不用到那边，你可以先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有很多情绪没有那么的低落，很多情绪没有，很多愤怒没有必要，很多担忧没有必要。我觉得冥想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的一个方法。再来就是运动，就大家都知道运动就可以脑内会分泌很多多巴胺嘛，然后当然运动对我来说，我不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所以我能理解有些人听到就觉得运动，但是我自己呢这么不喜欢运动，但是我最近开始尝试还是要运动，我选择我喜欢的运动啊，每个人喜欢运动不一样，我喜欢游泳，然后呢我就选了离我家很近的运动中心的游泳池，我买了那种月票，然后因为很近，你比较没有理由然后我也选择了之前有非常多人推荐的超慢跑，但是呢我之前因为我很讨厌跑步，所以我就是非常佩服那种什么跑马拉松的啦或者是可以在外面反正我就很讨厌跑步。可是呢超慢跑的好处是我不用出门，而且超慢跑其实它的那个强度不会很高，然后后来实际试之后发现我在家里就可以跑，然后大概跑个30分钟40分钟不会到很喘，可是有运动的感觉，而且运动完之后就有一种哇我做到了，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有很多人爬山啊或是马拉松会上瘾的感觉。然后我自己都是跟着这个班长布莱恩的影片跑的，因为他的影片的音乐跟画面都很舒服。那你自己跑，有的人会用节拍器跑嘛，那我会跟着他的影片跑，而且他跑完之后，他最后都会给你一个就是鼓励。他真的跑完的那一瞬间，比如我如果定40分钟，40分钟那个倒数时间到了，跑完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哇你很棒，你坚持。我看到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对我很棒，我真的很棒，我就会有觉得被鼓励的感觉。然后他最后也会再加那个伸展，就是有个收操，那画面好看，他会去很多很漂亮的景点，国内外海边树林里什么，画面也舒服，然后呢那个音乐也好听，然后跟他跑，然后同时看着他跑的姿势也可以调整自己的姿势，对不对？这也是我觉得
因为我喜欢，我最近就游泳跟超慢跑，会让我觉得，好像我第一没有那么废，然后呢，再来我可以控制我的身体我可以做一些运动，然后真的运动完的那个会产生一种，你不错，你做到了，会有鼓舞自己的感觉。这是我最近觉得，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做。那还有就像我刚刚讲，我做 podcast， 好，我做人类图，我觉得我可以，这是一个我在疗愈自己的过程，同时也可以帮助别人，那就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有价值。好，那可能你就会说我对人类图没有兴趣，我做 podcast 没有兴趣，那你可以去找你觉得你有什么是有兴趣的事情。好，例如说，如果你是一个你会做音乐，你会画画，那也很棒啊。像我在最低潮的时候，我觉得算是在黑暗幽谷里的时候，就有某一个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了，我很喜欢一位叫Lilian的年轻的乐手，他的歌曲是那一阵子陪伴我走出来的。他的有一张专辑是我那时候可以每天重复播放，我可能重复播放一天，重复播放10几20遍都没有问题。所以他那张专辑整张我都很熟，那个前奏，接下来这首歌结束之后，下一首歌的前奏我都很清楚。那如果你是可以做一个创作者，好，这个创作不一定要是艺术啊，当然你是艺术呢，音乐啊、画画啊、写作啊，其实跟我说做 podcast 做 YouTube 是类似的。那你很会吃东西，做吃播也可以啊。你会做菜，你可以做菜分享给大家，你可以写什么简易食谱，什么便当，什么都可以啊。然后你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觉得我蛮厉害的，我帮助到别人了。那反过来，我不会创作音乐嘛，可是我很喜欢音乐，我就可以从音乐中得到疗愈。那这也是个方法，看书。听音乐，像有的人会支持偶像，这也是一个很不错。我也有朋友是支持偶像，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他就是很伤心的时候，然后就一直追韩剧，结果就追了某一个韩星，然后他就加入韩星的应援团。加入这个应援团之后，他发现里面会有很多商机，他就做了某一个事业，是可以 support 那些应援团他们需要的送礼物啊什么的。最后他因为这个，他发展出了一个他新的事业，他现在过得很好，现在是很棒的一个创立了一个很棒的品牌，然后他的生活就变得，他整个真的是从最低谷爬到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算还不错，蛮巅峰的了。那你可以追偶像啊，你喜欢运动，你可以支持运动的球星或运动的团体，比如说你喜欢哪个球队。这些东西你可以先把你负面的这些就可以先放一边，你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心情去支持他。然后呢，甚至你去追星，追偶像、追球队，你跟他互动，如果他回复你，是不是也很开心？就会增加你开心的心情。这些都是会让你暂时，我说暂时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确不可能一直让你就这样因此开心起来，可是它至少不会让你一直待在最差的状况，因为你一直在一个很低谷的地方，你没有办法摆脱，你真的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你，这个世界上少了我一个也不会怎么样这世界上根本就是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东西，我就是一个无所谓的存在，就会走到一个非常绝望的状况。真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独一无二，而且我一定要记得，我们刚刚通关密语是什么？往前看，我们不用羡慕别人，我们要羡慕我们自己就好。我们要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你，你都要爱你自己。你可能会说，我就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啊，一定有。从今天开始就先去找你自己有什么好，就算你就说我就是空有外表一个花瓶。像我一样吧，花瓶也很好，很漂亮也很好啊。我只是数学很好也很厉害，或者是说
我很会煮饭。哇，那我非常羡慕你，我很佩服你，请你来教我，不然我接下来要端出我的地狱厨房，因为我不会煮饭。然后呢，或者说你可能光只是吃东西看起来很好吃，也是一个优点啊。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优点放大，然后呢，我们都可以因为这个优点而发光。好，今天的500人订阅达成，做了一个非常励志的一集。然后我要谢谢大家的陪伴，那希望我们继续往1000人、5000人、10000人前进，请大家多多帮我点赞。然后呢，播放时数，我要冲播放时数，所以大家如果没事的时候，如果真的很忙，就把它当背景音播放着嘛，完播率要高，拜托拜托。好，那我们一样啊，这一集有抽一个免费的人类图解图，然后呢，通关密语前面有讲哦，然后记得留言在下面，然后什么时候抽呢？我想一下，9月30抽好了，9月30抽，然后呢，9月30以前在这则影片下面留言，写下通关密语。好，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们慢慢说，慢慢写，我们下一集见喽！记得分享、留言、点赞，还有要尽量看完，感谢大家，拜拜。成为羡慕自己。